在一个朋友的仓库里，发现了一台尘封多年的4缸机车。看着它落魄的样子，我有点于心不忍，下定决心要盘活它，让它再现当年的风采。最后用了一部手机的价格把它换了之后，再顺了一台小摩托，把它拉回梦想车库，迫不及待地检查了一下车况。也不知道它经历过什么，到处都是拆解的痕迹，节气门上布满了灰尘，全车大线乱得一塌糊涂，前减震也漏得不行。好在前后轮胎的状况还不错，芯片钥匙也没有找到，又花了几百配了一把，把防盗线圈跟电门锁和电路板安装好，就是满怀期待的测试环节。仪表质检正常，不出意外没有高压可靠。经过测试排查，整车的线路插头时间久了接触不良，把线路重新整理一下，火花就正常了。有句话堵死了。每个喷油嘴都有不同程度的堵塞，测试了一下，还好都正常，把它们全部清洗一遍，顺便再把汽油泵也拆出来，清洗保养一下，就可以试机了。发动机的状态比想象中要好，人呢都好启动，后面再给它做个大保养，就能完美复活了。接下来就是把整车拆解，为后续修复翻新做准备。啥子还可以？啥子片？啊。到这里，整车已经全部拆解完成。下一步就是对这台发动机整机拆散，来个彻底的大保养。这台发动机在曾经的某个时候也被拆修过。几十年的老车，不知道发动机内部是个什么成色。现在我准备把整个发动机进行拆解，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这还可以啊。发电线圈还可以啊。好好看，好神奇。我给你们好多啥子，好来的。
锅还好好，可以。经过半天的时间，发动机已经全部拆解，最重要的曲轴瓦片也没有什么磨损，活塞杆套也在正常范围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接下来就是把发动机的一些零部件来个彻底的清洗、研磨、喷砂。搞得蛮干净的，效果还可以啊。到这里，整个发动机的所有零部件都彻底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把几个边盖喷好漆，就可以对发动机进行组装了。
发动机的状态比想象中要好，它又回到了当年的样子。接下来就是对车架、轮毂、减震、排气部分进行整备。刷刷洗洗好几天，总算是把一堆零部件整理出可以展现的样子。接下来就是对一些表面需要处理的部件进行喷砂。前减震部分，把一些小零件和里面的油泥清洗干净，再把油封和减震油全部换新，这也算是彻底的大保养了。把所有的零部件处理平整干净，就可以进行喷漆了。到这里，所有的零部件就处理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对整车进行组装。
水箱上那片变形，基本上都堵死了，框架也烂得不行，也只能花点心思，慢慢去修复了。到这里，整车已经全部组装完成，最后一步就是整理外壳部分。整车的外壳面板，每块都有不同程度的开裂破损，本着能修就绝对不换的原则，也只能靠手工慢慢整理。经过几天的时间，整车的外壳全部修复完成，我没有对它的外观漆重新上色，只是把破损掉漆的地方进行了补漆，整个面板都彻底的打磨了一遍，然后再给它们喷上几遍清漆。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完，终于到了最后的收尾环节，把外壳全部安装好，质量几10年的制钢机车，整车的修复翻新工作就要完工了。Oh